1183年，穆真军在水岛之战中败于平氏，加上之前穆真义重行废立天皇之事，导致了众叛亲离。知道他已经无力回天的后白河法皇联系了源赖朝，后者说服他承认其在东国的统治，并委托源赖朝调解穆真义重与平之胜。源赖朝便设立了管理武士的士所、管理经济的公文所，以及负责裁判工作的问住所，属于幕府的政权体系初步建立。文治元年，也就是1185年，弹指浦之战中，源义经彻底消灭了平家政权，镰仓幕府又得到了负责各地治安的守护，以及负责土地事务的地头两项职能。源赖朝成为了实际的日本政权领袖。5月，源义经乘着弹指浦之战的余威，以完成了灭国战争的西式名将之姿率军回朝。尽管呢，源义经在征战的过程中不断的强调他和其他的将领一样，都是其兄源赖朝的麾下将领而已。回军的途中也写了情深意切的邀月状向源赖朝表忠。但是此时的源赖朝面对源义经已经是闪无可闪了，再下去就真的要搞加9次要入朝免礼啊、免死金牌之类的烧东西了。而且西国原来平氏之下的武士们几乎全数被源义经的军事才能所折服，连天皇家族都在源义经的手里，不仅功高震主，而且基础雄厚。最终源赖朝决定放弃源义经，没有给源义经任何的联系。源义经回到了京都，发现不仅没有人迎接英雄归来，甚至源氏的人都没有几个在京都的。他接收了一座只有天皇和朝廷的空城，已经是明显的源赖朝打算和他打一仗的意思了。之后呢，源义经决定继续前往镰仓，向源赖朝述职。是的，英雄是可以跪的，甚至可以从胯下钻过，但是降低身段接受侮辱，通常什么都改变不了。源义经就是这样的例子。等源义经抵达了镰仓，源赖朝以义经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接受了朝廷的官位为由，拒绝让他入城。源义经于是只能在附近驻扎，试图说服源赖朝。10月11日，受源赖朝命令，土佐藩参郡夜袭6条枯川的源义经住处，义经差点因此丧命。无可奈何之下，源义经只能返回京都。此时他是否集合了麾下对源赖朝不满的人另立朝廷，现在的争议还比较大。无论如何，源义经回到了京都之后，朝廷封他为伊予守。11月1日，源义经向后白河法皇请赏，管理四国和九州。之后没有收到源赖朝任何消息的源义经离开了京都，前往平定四国和九州。世间关于他将与其叔父源行家联手反抗镰仓的传言甚嚣尘上。源赖朝和源义经矛盾的原因主要认为有4个。其一呢，是源氏中存在的双重领导的问题。源赖朝是源氏嫡流正统继承人，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弟弟，但是寄居于澳洲藤原氏。按照当时的习惯，应该是宗家与分家的关系。但是源义经把老板的大饼当真了，自认为和源赖朝是兄弟的自己，也是源氏宗家的人。他和源赖朝的家臣们之间的关系，也形同主君血亲和家臣的关系。源赖朝对于源义经傲慢地对待同僚们的态度不满。此外，在石桥山之战中，对源赖朝有从龙救驾之恩的重臣委员景时，实际也是镰仓幕府的3号人物。他在弹指浦之战后，也建议源赖朝除掉源义经，以防为大不料。第二个原因呢，是义经的战斗方式。源义经是军事的天才，用兵方式不拘一格，像是伊之谷之战从悬崖俯冲发起进攻，乌岛之战在暴风雨天气从海上发起奇袭等等，加上他带头冲锋作战的方式和喜欢奇袭的作战习惯，都让源义经拥有了过高的军队内声望，而在后方官员中的评价则不佳，这就加大了源赖朝的管理难度。弹指浦之战中，源义经命令集中射击并非战斗人员的平家剁手的行为，更是完全违背了当时的战争道义，即使是镰仓幕府中对此也多有不耻，在民间则是变成了对源赖朝政权合法性的质疑。第3个原因呢，是源义经背了丢失天皇3神器的锅。对于弹指浦之战，当时京都和镰仓的意见都是以定鼎决战为目的，并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平家的全军覆没。但是战役的结果，不仅前政权的行政官员们几乎全员跳海自尽，年幼的安德天皇也死在了海中，天皇家3神器之一的草薙剑也从此彻底失踪。这搞得源赖朝向朝廷交还3神器时，就像是下级犯错之后被迫自己向上级道歉的中间管理层。当然，源赖朝也不是什么替下属背锅的好上司，之后朝廷中也因此责备了源义经。最后一个原因呢，是源义经擅自从后白河法皇那里获取了官位。如果源赖朝真的把源义经当成兄弟，前3条根本都不算事。但是这件事，即使是兄弟之间，源赖朝也不可能原谅的。源赖朝为了集中权力，对同族可以说是毫不手软。不仅是木真义重这样实力强大的源氏其他支族，
甚至是关东的源氏族人也被元来朝斩杀了不少。为此，元来朝曾经下令，为了防止内讧，源氏族人不得在没有他同意的情况下获得朝廷的官职。然而源义经就在没有告知元来朝的情况下接受了官职。最终元来朝下定决心，认定源义经为朝敌，下令讨伐。尽管源义经希望谢罪，但是元来朝拒绝赦免。后来源义经辗转各地，最终前往了他度过年轻时代的澳洲平原。澳洲藤原氏的藤原秀衡接纳了他。元来朝则称包庇朝敌等同于叛乱，派军与澳洲藤原氏对峙，要求交出源义经。后来藤原秀衡病死，其子藤原太衡抵挡不住压力，决定投靠元来朝，将源义经的首级作为投名状交给了对方。而后元来朝又以藤原太衡私自处决了朝敌，是藐视朝廷为由，下令继续进攻，最终消灭了澳洲藤原氏。其实在藤原太衡投降之前，京都的朝廷已经着手支持澳洲藤原氏阻止元来朝开幕的野心了。借助天皇的支持和源义经的声望，澳洲藤原氏或可一战。不过历史并不能这样假设。总之如此一来呢，再也没有一支地方力量有实力与镰仓幕府平等对话了。顺带一提，元来朝军队与澳洲藤原氏军队的主要对峙地点是伊达地区。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中，一位武士表现出色，成为了当地的一方势力，其家族后来便发展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伊达氏。1192年，元来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标志着镰仓幕府时代的正式开始。与之前的天皇政府不同，政权统治者不再是朝廷贵族阶级了，而变成了武士阶级。这种由武士组成的政权便被称为幕府。镰仓幕府的中央机构沿用开幕前的设置，主要包括市所、镇所和问住所，地方也沿用了守护制度和地头制度。作为军国体系政权，集权独裁那是必然的。镰仓幕府把维护地方治安的政治优先级排得很高，在民间建立起了警察国家的体系。在初期的中央机构中，市所由被称为御家人的将军直属家臣们统治，由和田义胜担任别当，负责领导工作。镇所则主要是负责政务实施和财务工作的专业官僚们组成，由大江广元担任别当，负责领导工作。负责处理裁判工作的问住所则是由山上康信作为执事领导工作。各地守护的组织类似于军事警察制度，是将军指派一位有力的御家人担任一国的守护，该国其他的御家人支持其工作，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核心工作是3条：警备动员、逮捕谋反者和逮捕杀人者。虽然原则上守护不得干涉私人土地，不得进入私有庄园，但是这些守护体系下工作的御家人们大多也有地头体系的职位，而地头的职能就是向庄园收税、管理土地以及维持守护职能之外的治安，而且地头自己也可以拥有庄园。所以很快懒得分那么清的地方御家人们就默认了官职是由血缘来继承的。作为御家人的工作就是收税和维稳，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地方御家人和将军的这种关系，被将军派往地方就被称为御恩，御家人上交的税金则被称为俸公。在御恩俸公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御恩逐渐变成了幕府向御家人提供土地的所有权，也称本领安堵。之后若是御家人有所功绩，幕府再次授予土地，称为新恩给予，也是御恩。获得这些御恩的御家人需要参与军事部队或者是治安维持部队的工作，这种行为本身也被称为俸公。御恩俸公制度或称御家人制度，也伴随着日本武家时代数百年，塑造了日本特有的主从关系文化。御恩俸公制度属于行政的一侧，作为军国体制的幕府政权，军事一侧的武士制度自然也是核心制度。镰仓时代初期采用的武士制度是中领制度，这是从属于御家人制度的组织方式。中领制度呢，要求武士们以血缘关系结成武士团，武士团的领导人便被称为中领。镰仓幕府希望以此来加强御家人们对武士团的控制力，加强幕府对御家人的监视能力，也减小武士团的规模。就这样，御恩俸公制度和中领制度构成了镰仓幕府的基本制度，武家政权真正的开启。不过朝廷也好，镰仓幕府也好，都不会宣称镰仓幕府是通过军事革命取代了前政权的新政权。京都朝廷本身也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征税。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镰仓幕府只是拥有了更大自主权和更多执行权限的政府机构，政权一直都属于京都朝廷，称为公武二元系统。就这样，在元赖朝对外铲除异姓、对内铲除异己的努力和强力推行新制度的艰苦奋斗之下，武士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国家形态终于基本稳定。源氏可以作为武家栋梁，成为实际上的日本支配者。
然而他的这些设计最终还是偏激给了平家。在开国将军袁赖朝、二代将军袁赖家、三代将军袁石朝之后，这几大将军和袁家的联系竟然就慢慢的断掉了。事实上，镰仓幕府的第4代将军是藤原赖金，从此皇室成员也开始担任将军的职位了，并且政权的话事人的权柄也逐渐从源氏转移到了北条氏。那么为什么中等规模的地方武士团的北条氏能够如此强大，以及夺取了天下之后源氏又为什么会发生悲剧？这些故事还需要从元赖朝被流放的那一刻就开始说。大约30年前，源氏在平之之乱中战败，当时只有14岁的元赖朝被流放到了伊豆，在那里他遇到了监视他的北条时政的女儿北条政子。当时政子只有4岁，他们在伊豆至小岛度过了20年的流放生活，青梅竹马的二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周围传出他们将要结婚的谣言，北条时政强烈反对，因为这支北条氏自称是起源于桓武平氏，而当时无论是否参与政治，人们默认平氏和源氏的人就是天然对立，类似于金庸小说中正派联盟与邪派联盟之间的关系。这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本来就不太可能让北条时政这个当爹的接受，更何况他的女儿要嫁的是一个将来没有任何希望的被流放的罪人。然而北条政子坚决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坚持和元赖朝结了婚。既然已经发生了，北条时政也是为了女儿的幸福接受了这件事，这成为后来北条氏权倾天下的有趣偶然。既然已经成了北条氏的女婿，那么北条家也就开始了对元赖朝的天使投资。本身让元赖朝活下来就已经是平家的一个巨大失误了，而且平清盛可能也知道这个威胁，只是还没有大到需要他去警惕。而元赖朝与北条政子结婚，更像是元赖朝的入赘。北条氏从源氏的手中夺走了镰仓幕府的话事权，实际上相当于帮助平家稳定了关东，因此平清盛朝廷也不好过早的过问这些事情，元赖朝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北条氏能和源氏竞争对关东武士控制权的特殊地位，也就从此没有动过了。1199年，元赖朝去世，由当时18岁的儿子元赖家继位。然而与他的父亲元赖朝不同，元赖家几乎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不幸的将军之一。元赖家是镰仓幕府的第1代贵族统治者，相当于宋真宗。那么凡是有能力挑战这个王朝的势力，都肯定会选在他的任上去测试统治家族的稳定治理能力。元赖朝去世之后，包括北条家在内的御家人们开始尝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元赖家也就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事实上，尽管元赖家一开始是一位有实权的将军，但是其外祖父北条时政和母亲北条政子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除了他们，还有北条时政的儿子北条义时，源义经时候的幕府2号人物，也是平家影响力的继承者尾原景时，元赖朝的贴身心腹大江广元等人。这些权臣们组成了13人合议制的中央决策和政治运行系统。2022年的大河剧《镰仓殿的13人》正是以这个背景为主题，非常的精彩。尽管13人合议制的定位是支持年轻将军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显然是削弱了元赖家的权力。御家人们也达成了共识，繁荣将至，政权不再需要独裁者了。即使没有像元赖朝那样的人来最终定乾坤，幕府仍然可以正常的运作。这本是御恩分共制度的妙处，只要有这层契约关系在，即使出现了权力强大的御家人，他多半也不会想着对源氏发动叛乱。然而现在这反而成了架空源氏的利器。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镰仓一朝最大的政治动荡，比起能源之乱。详细情况可以看我以前专门做的视频，那个视频本来还挺受欢迎的，也没有什么出格内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B 站限流过，而且会定期清理互动区，有点意思。总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比起能源也是支持元赖朝的有力家臣，从元平合战时代就开始支持元赖朝，并且担任了元赖家的教育工作。比起能源的女儿嫁给了元赖家，生下了长子一番，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孩子应该会成为未来的将军，比起能源也就将成为将军的祖父。而元赖家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弟弟千帆，他的后继人是北条时政，因此围绕将军地处问题，在幕府内部出现了比起能源派和北条氏派的对立。这时13人合议制不仅起了防止权力集中的作用，也限制了比起能源扩张影响力。幕府内部的这种微妙动荡一直持续到了1203年，元赖家病倒，那么储君之争就变成了台面上的问题。北条时政首先采取行动，试图立刻让外孙千帆立为储君。比起能源呢，则是将北条氏的越俎代庖报告给了元赖家。元赖家非常愤怒，命令比起能源设法暗杀北条时政。
结果北条氏得知了这个阴谋，先下手灭了比企一族，并且杀死了一番。几乎失去了一切的源赖家，虽然尝试下令讨伐北条时政，但是没有人愿意服从连长子都保不住的将军去攻击当朝第一权臣，反而是北条时政罢免了源赖家，并且将他软禁于伊豆修善寺。次年，北条政子便抛弃了源赖家，北条氏最终暗杀了他，掀翻源实朝，成为新的将军，由北条时政担任后见人。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之后，北条时政掌握了行政和财政的执行权力，作为正所别当，代理将军实行国政，称为职权。后来北条时政打算更进一步逼迫源实朝退位，遭到了北条政子的阻击，反而自己被赶出了政治核心，由其子北条义时继承职权。公元1213年，北条义时在政斗中战胜了四所别当和田义胜，成为了四所和正所两个部门的领导人。加上作为御家人职权的地位，北条氏的地位从此不可动摇。1219年，源赖家之子宫小为替父报仇，杀死了源实朝，而后被北条氏处决。宫小之外的另外3名源赖朝的男性子孙也被北条氏所杀，源赖朝唯一的女性后代也死于难产。至此，镰仓幕府的统治家族源氏血脉断绝，终究还是北条氏的平家笑到了最后。在这夺权的过程中，固然有北条时政和北条义时父子的奋斗，而另一个人物却更令人胆寒，那便是镰仓幕府的祖母北条政子。政子在镰仓朝中毫不留情地对付过自己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在朝廷与幕府以及各大武家势力的权力平衡中保持着自身的超然地位，是日本历史3大恶女之首。不过从北条政子的生涯来看，可能她和源赖朝的爱情并不假，而镰仓幕府的存续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目标。1221年成久之乱，当时的朝廷由于镰仓幕府的建立而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大量税源，陷入了运行危机之中。这份不稳定也终于传到了幕府中。当时的朝廷领袖后鸟羽上皇本来是对源实朝很是喜欢，希望在源实朝时期建立朝廷和幕府的稳定平衡，而源氏血脉断绝，使得后鸟羽上皇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动作。北条义时于是向后鸟羽上皇提议，由一名皇族来担任第4代将军。后鸟羽上皇不许，之后发出了愿宣，讨伐北条义时。后鸟羽上皇在北面武士之外，又增设了西面武士来扩充直属军力，也派人前往各地要求秦王，得到了西日本大部分武士集团的支持。东国武士集团的战斗意愿也不高，这次是真的要直接和天皇家族开战，成为朝敌了。很多武家不愿意参与进去，也不认为已经不属于源氏的镰仓幕府值得效忠，开始抵抗幕府的命令。后鸟羽上皇也派人劝说御家人们消灭北条氏，为源氏复仇。而挽回危局的是北条政子，他召集御家人们发表战前檄文，激励他们为镰仓幕府而战，造就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其内容为：你我心手相连，这次可能是我最后能向你们传达的话语了。赖朝宫关东开幕，我们的生活境遇才终于有了改善。现在的一切都是赖朝宫的恩义，比山高比海深。但是现在我们中有些人被上皇欺骗，还有羞耻之心的，应该讨伐这些人，回报3代将军的恩情。现在就在这里，我给你们一次选择机会，今后是服从朝廷还是服从镰仓，现在就告诉我。此番演讲聪明地用武家社会的原则压过了人的本能和源氏与东国武士原本的关系，也将与后鸟羽上皇作战模糊成了与背叛的武士们作战。之后摇摆的御家人们团结一致，向幕府宣誓效忠。团结的东国武士在规模上比西国武士和朝廷武士大太多了。开战之后，成久之乱以镰仓幕府的压倒性胜利结束。为了防止天皇再次怂恿西国武士发动叛乱，北条义时让他的儿子北条泰时在京都设立了六波罗探提，专门负责监视天皇家族谋反的可能性，并且镰仓幕府还没收了支持朝廷的武士们的庄园，作为院方所领分配给了御家人们，进一步向武士们证明御恩奉公无上限。那么成久之乱使得朝廷的名声扫地，幕府的影响力也就需要进一步向西日本扩张了，势力的扩张也就需要更稳定的制度，这些是终于稳定之后的北条氏的新任务。然而历史并没有让一切如此的顺利，成久之乱之后仅仅3年，职权北条义时就去世了，其权力被六波罗探提的北条泰时所继承。又1年后，尼将军北条政子也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如同平清盛和高仓天皇死后的平安政权，以及源赖朝死后的镰仓幕府一样，职权政治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
不过和之前的教训不同的是，此时的职权政治正处于更加繁荣稳定的时期。现在的御家人们似乎也更拥有政治智慧。新任职权做北条泰时效仿元代朝时候的13人合议制度，在职权政治下也采用了大贵族们开会商议国家大事的合议制。泰时他是希望将职权时代的合议制设计成长期制度，在这个类似于贵族议会的组成形式中，北条氏的职权当然是议长。和当初的13人合议制时期一样，议会中需要产生一个联署官，既有副议长的职责，又可以拒绝联署以限制职权的独断，其他人则为评定众。由于现在的合议制人数不固定，也就有了对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这种更细致的操作方式。那随着职权加合议制度的稳定运行，为了进一步保障制度安定，1232年北条泰时签署了御成败事目，作为武士统治时代的附加成文法，其中既包含了针对中央一级的合议制的原则的规定，也有针对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的行为哪些属于规范，哪些属于惯例的规定，还有对地方治理和断案的公平性和考核标准的规定。御成败事目成为了镰仓时代的基本法，稳定的规则带来了个人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也就带来了民间社会的活跃，使得镰仓时代明明是第一个武家政权，却成为了整个日本武士时代中繁荣稳定的时期。北条泰时之所以要做这些事，除了因为他确实没有能力自己一个人一言九鼎，也是为了解决当时对政权持续最为重要的地头问题。地头原本的职责是收税和维护治安，其实是元代朝给功臣们分配利益的一种形式。当然呢，御家人也是可以自己同时担任国司和地头。但是在北条正直死后，各地的地头的行为变得越发的放肆，各地都出现了地头私藏税金呀，赶走庄园主自己当土皇帝呀，增加苛捐杂税呀之类的事情。很多地方的庄园领主都是没有办法，后来就发展出了税金纳入代行契约，要求地头按时按量向庄园主人交付税金，其他的一切就任由地头了，称为地头请。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地头继续两头捞钱，政权又偏袒这些武士，大家也拿他没有办法。又有些庄园选择长痛不如短痛，直接割地给地头，请走瘟神，称为下地中分。作为开国功勋，你刚建国的时候抢大户就算了，这都第5代统治者了，现在抢夺竟然比刚结束乱世时还要严重，民间也是越来越不能忍了。北条泰时的主政时期，贵族们和寺庙神社们对地头的诉讼满天飞，而当时对土地纠纷的裁判制度是极其消耗时间的3问3答制，需要来来回回在产生争议的地方政府、镰仓幕府、京都朝廷3个地方进行审判，有时甚至会耗时几十年，爷爷的官司到孙子辈才能打完。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本是掌权者既不希望人们诉讼比自己拥有更高社会优势的人，又不希望给民间落下了自己治下没有公平申冤途径的口实，就想了个假借公平之名抬高这种诉讼门槛的办法，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民告官先打一顿。那从北条泰时开始，就要考虑从江山易取转向顺手制了，也就希望分配更多的公平和希望。于是抬高成文法在社会治理上的地位，自然引起了这些年所积压的不公爆发出来。到北条时代职权时期，繁荣与稳定的预期持续，可以进一步释放公平和机会，便又设立了尹父作为专业官僚团队，加强裁判工作的效率。北条泰时和北条时代2代的良好治理，使得北条氏的统治被接受。北条时代也开始推进职权作为实际政权统治者的表面化。同时，时代也加强了北条家的权力，还加强了北条家内部的宗族结构，将北条义时一脉设置为德宗家，作为北条氏的本家。故而，镰仓时代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为德宗专制政治。这种变化自然引起了北条氏各个分家的不满，一些有力的御家人也参与到北条氏的内部争斗，最终不可调和，镰仓幕府短时间进入了内战。不过，北条时代出乎大家意料的表现出了强大的战争才能。双方开战不久的1247年，就通过保治合战击杀了反抗军中的旗舰势力三浦太村，然后风卷残云的镇压了叛乱。之后，北条时代也不用藏着掖着了，直接以德宗专制政治的形式，明确了职权才是政权的统治者。由于镰仓幕府中早期的政治形势十分有趣，到这里已经连续聊了2集半了，那我们也得看看其他的方面。先说文化，镰仓早期日本最明显的文化变化是佛界在兴。注意，我说的不是佛教在兴，是佛界在兴。一开始呢，从保元之乱之后连续的战乱，使得人们对心灵慰藉的需求上升，佛教传播又进入了高潮期。
而在这个信息闭塞的时代，数十年的战争打打停停，使得人们对当下情况始终不安，不知道外面现在到底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而平安末期的寺庙已经发展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庄园主。现在人们在寻求寺庙给予精神慰藉的同时，也寻求信息和安全的庇护，这样就给了寺庙们进一步发展割据能力的需求。到镰仓早期，许多寺庙的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参与政治斗争了，他们与贵族结盟，与地头作战，积累了丰富的财富和权力。在这个时候，日本最流行的佛教流派依然是平安中期开始崛起的净土教。对信徒而言，只需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蒙佛恩荫进入极乐净土。之后又得益于名声法然的部教，他主张只要心存南无阿弥陀佛，并且念佛就可以前往天国。这种主张被称为专修念佛，使得镰仓时代的净土教进一步发展出了门槛更低的净土宗。现在呢，即使是佛教法师们也无需学习和理解复杂的佛教哲学，很多寺庙也不再有抄写经书啊、体能锻炼啊之类的硬性要求了。那这些和尚们只需要打坐和唱诵佛经作为修行即可，这自然使得佛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传播更加的广泛。虽然可能传播途中，在很多人那里都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哲学了。自然，对于坚持严格修行、寻求思想领悟的僧侣们而言，净土宗的传播是利用了佛教的名头传播自己的势力，断然无法接受。很多名僧出面反对净土宗教义，但是对拥有强大世俗实力的净土宗而言，这些传统佛教信徒们现在不过是一群圈地自萌的小圈子，根本不值一提。然后法然的弟子青鸾又在净土宗的基础上创立了净土真宗。除了专修念佛的主张一样，净土真宗主要的发展是恶人正机说，也就是欲望深重的恶人比善人更需要拯救，所以只有真正的恶人才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在净土宗和净土真宗的影响下，镰仓中期又出现了一位名叫一辩的僧人，创立了十宗。十宗的教义认为，阿弥陀佛已经与我们立约拯救世人，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影响那些不信佛的人，所以信不信都无所谓，跳舞吧，我们都会被拯救的。此说简称永念佛，也吸引了大量的信众。这三种教义的信仰对象都是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赎，减少自己的负担。在日本可以并称为他力本愿信仰思想。而同一时期呢，在宋朝流行的佛教流派则正好相反，是强调坐禅修行和内观的禅宗。荣西禅师将禅宗思想带到了日本，这便是临济宗。这个宗派强调自身努力苦修和自我突破，通过师父提出问题的方式，迫使弟子思考悟道。这种传道形式称为公案问答。道元禅师则是从中国引进的曹洞宗，主张严格戒律和苦修，要求门人在打坐冥想中实现悟道，称为止观打坐。临济宗和曹洞宗在镰仓的教义可以称为自力信仰思想。荣西禅师和道元禅师也是日本茶道文化形成的两位关键人物。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回看之前介绍信长通过茶道实现了统治的视频。你可能会觉得自力信仰思想比他力本愿信仰思想更符合大众对僧侣的刻板印象，因此前者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不过严格来说，从思想和哲学的角度看，两种方向都是开历史的倒车，都是几乎完全放弃了真实的佛学，而借用了佛教信仰，凭空想象就希望获得顿悟，其实都是借佛教之名入世的宗派。镰仓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传承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日莲宗，其开宗祖师乃是日莲圣人，他也是日本天下五剑之一的蜀珠丸横次的主人。详细可以看之前介绍天下五剑的视频。日莲宗从天台宗发展而来，以法华经为最高教义，诵经时也会唱诵法华经题目，修行内容也多为复杂的佛教经典与哲学思想。因其信仰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万物皆可度化成佛，因而与世俗亦多有交往，成为了真正佛教传承中在镰仓时代最为显眼的宗派。就在这镰仓时代的政局、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的时候，幕府收到了一封外交书信，其内容为希望你我两国能建立友好关系，今后我愿两国可以加强互信，若是我们不能互相理解，又怎能亲如一家？落款人是蒙古帝国第5代皇帝大汗忽必烈。回溯到大约100年前，一位英雄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上崭露头角，他便是被蒙古族认为是传说中的苍狼之化身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统计了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族，完成了民族组织制度的军事化，迅速征服了中亚，压制了中国北部的金朝和西夏，打造出空前广袤的蒙古帝国。之后呢，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和3个孙子继续带领着蒙古帝国扩张，拔都西出欧洲，序列兀南下中东，忽必烈则是征服了东亚大陆。1260年进一步建立元朝，立刻着手与日本接触。那么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蒙古帝国要对小小的日本的态度看起来不是征服而是要建交呢？其实这些文书都只是外交辞令，信中没有任何表明希望建交的正式语言，而是采用了不宣的说法。这是蒙古帝国面对对等的对手时所使用的措辞，用来表明消息的接收方尚未接受自己的建议。但是无论如何，实力如此悬殊之下，可以视为蒙古帝国的橄榄枝。此时统治日本的是出自德宗家的镰仓幕府第8代职权北条时宗，他选择忽略蒙古帝国的建议。这个时候，元日之间外交的核心因素是区域内的另一个大国南宋。南宋经过在华南的长期经营，已经发展成为汉民族政权中极其繁荣文明的国家。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民族向心力支撑着南宋以小得多的国土抵挡住了蒙古帝国扩张的步伐。而建立了元朝的忽必烈必须要吞并南宋，才能名正言顺地称自己为中华帝国的继承者。为此，他可以暂时放下身段和日本交好。但是其实这个时候，镰仓幕府已经没有转投元朝的选项了。随着蒙古帝国征服了东北亚诸民族，现在南宋是日本唯一的邦交国，也是日本唯一能够得到海外情报的渠道。事实上呢，现在南宋的驻日本外交官就是日本唯一的外交顾问的。同样，对于南宋而言，如果失去了日本这个盟友，就相当于失去了海上贸易的安全，这是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极力劝说日本认清蒙古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镰仓幕府的立场既没有实力去参与元宋2个强权之间的战争，也不希望和不知底细的庞大蒙古帝国合作之后变成事实上的附庸国。于是北条时宗选择装死，对元朝多次传来的外交书信已读不回，对内则是向御家人们写信说，蒙古人可能已经打算征服日本了，所有御家人都不可以掉以轻心。最后失去了耐心的元朝发出了最后通牒，说如果日本继续忽略我国的外交信函，便是侮辱我国国歌了，是时将不得不派出军队一探究竟。这次镰仓幕府直接表现出了对抗态度，这自然是激怒了忽必烈。1274年10月，在元朝对南宋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忽必烈命令高丽国提供900艘军舰，搭载3万军队远征日本，这便是文勇之一，或称第一次元寇事件。此次战争的发生地点是博多湾的西之邦，御家人组成了大约3000人的部队抵抗。战场上发生了有趣的场景，双方的战争已经有了时代差距。日本的御家人们还停留在校正作战的时代，以弓箭骑射开始，然后派出1名武士自我介绍，邀请对方派出1名武将1对1战斗。而元军则是融合了草原战争和平原作战的方式，以战鼓为信号，分快发起集体冲锋。战争科技的水平上，双方也有巨大差距。元军使用了铁炮这种日本人闻所未闻的新兵器，采用远程掩护和迅速突袭相结合的战术。镰仓幕府的军队完全无力抵抗。其实御家人们维持校正作战的方式也和镰仓幕府的制度有关，因为对敌军名将一起讨是镰仓时代御恩奉公制度下最能明确获得功勋的方式。总之，交锋之后，镰仓幕府军很快就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元军却在第2天便撤退了。因为此次作战，元军的目的还是侦察和炫耀武力，并非要新开一条战线征服日本。忽必烈还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逼迫日本接受合作，共同消灭南宋。之后，元朝派出了5名使臣出使日本商量建交。北条时宗自然也知道，既然已经得罪了，那就要得罪死的道理，直接将5人全部斩首。为了应对可能的再次袭击，时宗加强了九州北部的防御。镰仓幕府强化了警备机构，异国警户翻译。幕府也发出了动员文书，鼓励即使不属于将军的部下，或是不属于御家人的各地领主，也要调集力量为守护日本而战。异国守护翻译的第一个任务是建造防垒，这是一面长20公里、高2米的海岸石墙。西国武士们也设立起了昼夜交替的警戒制度。镰仓幕府的武士们进入了一种备战的紧张状态中。1279年，蒙古军队最终消灭了南宋，日本成为元朝的下一个目标。1281年5月，元朝正式发动以灭国为目的的进攻，日本称弘安之役或第2次元寇事件。元军分2路进军，东路从高丽出发，大约900艘军舰搭乘4万军队；南路则从华南出发，大约3500艘军舰搭乘10万军队。
元军的登陆地点依然选在博多附近。镰仓幕府吸取了第一次元寇事件的教训，并且从南宋到日本避难的僧侣提供了元军的最新情报。这次采用了以长弓部队为主要输出方式的战术，作为对抗元军集团冲锋和发挥日本武士1对1作战优势的方式。镰仓幕府派出武士在元军登陆之前直接登船战斗，而另一方面，元军的主力主要来自高丽军和南宋收编部队，都是被强制出征，士气并不高。再加上元军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战法，并不适合登陆作战，登陆作业一直很缓慢。而后镰仓幕府成功拖延到了台风季节，无法登陆又面临巨大海上风险的元军，于是不得不放弃了作战计划，选择撤退。尽管如此，双方的国力实在悬殊。镰仓幕府深知，如果元朝有这个心的话，再来一次这种规模的进攻完全不是问题。于是幕府必须保持警惕，准备应对可能的第3次元寇。这对幕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现在一般认为，元朝确实曾经有过第3次出征日本的计划，但是汉族地区的复国运动和越南人的抵抗等等问题，使得元廷放弃了日本。由于时间久远，加上日本当时的封建制度，现在对于2次元寇事件的细节还有很多迷雾，比如传说中的神风是否真实发生过这些。2010年之后，日本又有2艘元军沉船成功被打捞上来。对上面的文物的清理和研究现在仍在进行，希望可以解开更多的真相吧。回到日本内部，元日战争极大地消耗了镰仓幕府的经济，盛世戛然而止，并且作为防守战争，虽然战胜了，却没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再加上需要给可能的第3次元寇留下战争预算，这使得幕府无法对共赴国难的西国武士们给予适当的御恩赏赐。很多御家人在战争之后渐渐没有足够的实力继续治理领地了，不得已将部分领地以自治领的形式分封出去。而后变小的领地们依然难以为继，又只好继续分封，称为分割相续。这意味着镰仓幕府的根本体制开始动摇。所谓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在经济突然断崖式下滑的镰仓幕府中，底层的不满情绪以及体制内人员之间的相互背叛2个问题都在迅速的扩大，镰仓幕府的乱世到来。幕府希望靠德政令的方式降低武士和农民的负担，但这又进一步打击了镰仓幕府的体制，土地的利权变得暧昧，更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镰仓幕府基石的御成败事目也有了更多便于行事的特例，自然导致了各阶级官员和领主为了新的利益内斗得更加严重。从1285年的双月骚动开始，日本陷入了绵长的动乱与战争之中，史称中式大革命。北条时宗死后的德宗家也再没有出现能力挽狂澜的圣主，之后是50年的历史垃圾时间。直到1333年，源氏各支族在后醍醐天皇的旗帜下消灭了六波罗探题和镰仓殿，镰仓幕府自此灭亡。消灭镰仓幕府之后，足利尊氏、新田义贞、南部政臣3个主要的武家势力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后醍醐天皇成为了时隔150年之后又一位能够拥有实权的天皇，开始推行他的新政。此次改革以建武德政令为标志，故称建武新政。各位还记得之前平安时代通史视频中开创了平安时代的醍醐天皇吗？他一身文治武功，征虾夷，开新都，对土地制度、贵族制度、行政制度和币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创了平安时代的第一个盛世沿袭之治。后醍醐天皇自己给自己定下了后醍醐天皇的名号，自然是想要成为他的继承者。实际上呢，建武新政中的大量改革措施都是在恢复沿袭格式。不仅仅是幕府，后醍醐天皇还一次性撤销了院政、摄政和官白这些系统的实际作用，以轮值的形式直接发布天皇命令。也就是说，建武新政的本质是天皇集权。而这种一切事务一肩挑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恶果。事实上，直到现在50年过去了，镰仓幕府还是欠着元寇中出力的武士们的御恩，分割相续也一直被认为是暂时不得已的行为。那么，随着镰仓幕府的灭亡和朝廷重新执政，新政府必须要解决旧幕府的土地安排问题、相续土地的存废问题，以及朝廷应该如何直领土地的问题。而按照建武新政，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归属权问题都是要由天皇下轮值来定夺。各地臣民前往京都，请求后醍醐天皇解决他们的土地纠纷。后醍醐天皇一个人自然是无法应对，但是他又不愿意委任他人，
最后各地的土地问题被积压起来，一直拖后，大量人流也引发了京都的城市混乱，新政府的政治机能几乎停摆。而在政权内部，后醍醐天皇开始偏袒公家和近臣，武士则是一直在被削弱。这么多矛盾又让镰仓幕府的残余势力们看到了希望。一些镰仓时代的遗臣在镰仓秘密组织了镰仓幕府在新军，准备对天皇发起革命。他们在末代德宗职权北条高时的儿子北条实行的带领下，发动叛乱，占领了镰仓，史称中仙代之乱。足利尊氏便对后醍醐天皇提出条件，以征夷大将军的官职交换足利家出兵平叛。后醍醐天皇自然知道这意味着赶走了一个幕府，又迎来下一个幕府，断然拒绝了要求。但是足利尊氏还是出兵镇压了北条实行。镰仓作为武士阶级的精神故乡，收复镰仓让足利尊氏获得了极大的武家声望。新政府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能寄希望于后醍醐天皇的独裁体制了，开始支持足利尊氏。面对这种情况，后醍醐天皇下敕令，要求足利尊氏返回京都，遭到了尊氏的无视。尊氏还在镰仓开始对武士论功行赏，显然是准备发动兵变了。新田义贞和南部政臣则是对足利尊氏的不臣行为不满，继续支持朝廷。1336年，足利尊氏终于出兵京都，试图夺取政权，遭到了新田义贞、南部政臣和北田显家联军的反击，不得不撤退。而后，新田义贞进一步追击足利军，尊氏不得已出售了九州的家产，才维持住了组织度。之后，重新积累力量的尊氏再次出兵前往京都，并且他还得到了来自光岩太上皇院宣的支持，这使得西国的武士们对于反叛天皇的罪恶感大大降低。这次足利尊氏集结了50万军队，在神户与朝廷军决战，这就是著名的臭川之战。结果是足利军的压倒性胜利，朝廷军主力的新田义贞队迅速逃离了战场。独木兰之的南部政臣率领仅仅700人冲击了足利军阵地16次，当然是无法取胜。最终自尽，贯彻对后醍醐天皇的忠义，与源义经和真田信村并称为日本3大悲情英雄。臭川之战后，足利军推进到京都，虽然后醍醐天皇尝试抵抗，但是大局已定，最终屈服。后醍醐天皇交出了天皇家族3神器，足利尊氏以此拥立了持明院统的光明天皇。尊氏自己也如愿成为了征夷大将军，发布建武士目，向天下承诺独裁体制的结束，以此开启了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则是在奈良吉野宣称光明天皇手中的3神器是伪造，再次聚集起支持者。而看似开国之君的足利尊氏，在内部也确实没能实现集权，他的弟弟足利直义和他的侄氏高师直都有极大的权力。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动乱之一——官印扰乱正在酝酿。接下来的故事就请移步到室町时代通史的视频吧。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呀！我们下期再见。